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白鹿米兰时装周双杀，黑玫瑰造型美到登 Vogue， 英语采访丝滑打脸花评论。白鹿的米兰时装周之旅，简直是把高光时刻焊在了镜头里。雨中撑伞的冷艳大片刚被意大利版 Vogue 收录，转头 Gloss 的全英采访视频又炸上热搜。聊透明硬壳包的设计时眼神发亮，说网纱平底鞋 comfortable for all day walking 时语气自然。面对即兴提问还能笑着接梗，网友直呼这哪是明星感秀，分明是学霸打卡国际考场，全程丝滑到离谱。谁能想到这份流利背后藏着10年磨一剑的铺垫？白鹿大学读的是旅游英语专业，专业课上练的商务对话、场景翻译，早为他打下了敢开口的底子。早年奔跑吧里，他就和周深用英语玩游戏，一句 Your turn 的自然度，当时就被网友发现，这英语不是临时抱佛脚。这次米兰之行更见用心，提前恶补时尚术语，把 mesh fabric 网纱面料、structured silhouette 立体剪裁这类专业词嚼得烂熟，连品牌历史都翻成英文笔记碑，难怪和设计师聊起单品理念时，能精准戳中对方的点。这种台下下苦功的态度，比单纯的语言天赋更戳人。造型与语言的双重再现，让他直接解锁了国际秀场生存密码。从清甜的白色针织套装切换到冷冽的黑玫瑰长裙，他靠穿搭风格断层出圈，而流利的英语则成了隐形加分项，外媒记者不用对着翻译机等待，品牌方沟通细节更高效。这种专业度拉满的状态，像极了刘雯早年用英语和设计师深入交流时的从容，也贴合了国际时尚圈对文化桥梁的期待。要知道，在米兰、巴黎时装周的后台，语言从来不是炫技工具。艾玛沃特森能靠多语言能力参与品牌公益项目，刘亦菲曾因流利英语坐稳国际代言。白鹿的表现恰好印证了时尚圈不只看脸，更看与世界对话的能力。但争议也随之而来，有人翻出早年采访片段，说他偶尔有语法小错误，不算母语级。还有人直言明星身边都有翻译，犯不着费劲学英语，这是在凹学霸人设。可细想就懂，翻译能传递信息，却赚不了语气里的真诚。当白鹿笑着和品牌总监说 I love the transparent side detail, it's so modern， 那种即时的共鸣感，远比翻译隔层传递的他喜欢透明设计更有温度。更别提他的英语从不是秀场限定，私下看英文时尚杂志，追剧开原声练听力，这种日常积累的痕迹，藏在每一个自然的语调里，根本装不出来。放眼全球，语言能力早成了明星闯国际舞台的基础项，而非加分项。韩国爱豆 Lisa 闯巴黎时装周，靠英语和法语双语切换圈粉。好莱坞明星娜塔莉·波特曼能用希伯来语接受采访，背后是每天1小时的语言练习。白鹿的走红恰恰说明，内娱观众真正认可的，从来不是完美人设，而是全力以赴的成长。从周生如故里哭戏共情全网，到宁安如梦里反派角色让人又爱又恨，再到如今米兰秀场的从容得体，他每一步都踩在用实力说话的点上。有人说演员好好演戏就行，英语好不重要，可在文化交融越来越密的今天，语言早已是打破壁垒的钥匙。白鹿的米兰之行给出了最好的答案。时尚的高光从不是红毯上的3分钟，而是能靠穿搭惊艳眼球，更能靠能力站稳脚跟。这种不把短板当借口，把优势磨成利器的态度，才是真圈粉密码。最后想问，你觉得明星的英语能力算核心竞争力吗？你还知道哪些悄悄努力然后惊艳所有人的艺人？